哇，爽！Happy 啊！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据我的 Proton Satriano 卖掉了过后啊，很多人都在问啊，我接下来会买什么车啊？当然，相信一直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我最近买了一辆 Toyota Vios 啦。那辆 Toyota Vios 是一个街车啦 ，Street Use 我的 daily 车。为什么会买那辆 Vios 呢？就是为了我平时每天 daily 都可以用比较舒适的方式啊，因为 auto 牙嘛，你们知道的，不用换牙 ，Satriano 还要换牙。那 Satriano 卖掉了过后，我就失去了一个陪我一起玩赛道的一个伙伴。如果不讲玩赛道啦，平时我们在街上可以开车开到比较激情的一辆车也没有了。那很多人就会在想，我接下来会买什么车呢？如果你们有看我的 Proton Satriano 的最后一集影片的话，就有放了一个小小的彩蛋，给大家知道我的下一台车大概会是什么车。今天呢，就要来介绍我新买的一辆宁愿老婆去耕田，也要存钱买本钱。没有错，我的 Proton Satriano 卖掉了过后呢，我就买下了我身后这一台 Honda Civic Type R， 代号为 FN2R。FN2R 这一款车啊，相信很多人都很陌生啊，因为这辆车真的比较少见，在路上的能见度啊，我相信会比超跑来的少啦。为什么会买一辆 Civic Type R 呢？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啦。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那个鸡蛋糕的艾德人啊，最近也买了一辆 EK， 那他那辆 EK 呢是一个假 Type R EJ6 Convert EK9， 呸！我呢就直接买一台正品 Type R， 它是一个真真实实不用 Convert 就已经是 Type R 了的 Honda Civic。这一台车呢，它的生产年份是2009年哦，是有一点点老了啦。这一辆车，那这一台车跟我的 Satriano 的年份是一样的，而且它跟我的 Satriano 有非常多的共同点，例如它是一个 NA 引擎、前轮驱动、双门 hatchback 的车款。所以呢，之前我就有讲过，我的 Satriano 卖掉过后，我要买一台 Satriano Pro Max 啊，就是它了啦。那顺便也当做庆祝一下我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呢，已经来到了11万订阅数啊！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现在我们就先从这一辆 Honda Civic Type R 的车头开始讲起。这一辆 Honda Civic Type R 呢，因为它年事已高啊，2009年的一辆旧车，所以我们可以在它的车漆方面看到它是已经不美了啦。尤其我们从车身侧面看过去啊，前车主是有 touch up 过车头的部分，因为不是 accident 啊，是因为有一些 stone chip 啊，还有一些唾弃之类的东西，所以它之前是有喷过颜色，只喷了前面的部分，车身是没有喷过颜色的。所以如果我们像这样子站在侧边看过去呢，就会看到车头跟车身的颜色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啦。然后在这个车头灯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灯呢是 reflector 的 HID 原装的，并不是改装的 HID 啊。在当时候还不流行 LED 啊，可是它也不是 halogen， 它是比 halogen 更加高级的 HID。老实讲，这辆车我拿车1个礼拜多啊，我还没有驾到晚上啊，所以我不知道晚上的车灯亮不亮啊。但是可以很明显看到的是，前车主呢去粘了那个钉灯在它的大镜上，所以这个车灯已经被晒到有点不美了。车灯我会把它换掉。既然是 Honda Civic Type R 嘛，我们可以在前面中网的部分看到有一个红标，就是 Honda Type R 的象征式啦，所以挂上一个红色的 Honda logo， 看起来就比较靓仔啦。之前我的几部影片都有讲过，我喜欢 FD2R 或者 FD 这一款车，因为它的车的 fender 跟 bonnet 哦是有一个很大面积的这个断层啊，所以从车头这样看过去啊，就有一个感觉好像车身很 wide 的错觉啊，有一点像那种 GT car 这样子啦啊，这一点我喜欢。然后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跟 FD 一样的向外开式的水哨，它在烧水的时候左右是往外开的，这个也是很特别一下啦。OK， 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车身侧面。当然啦，它是一个双门 hatchback 车款，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铝圈是已经换过了的，前车主把原装这个 FN2R 的17寸
Type R 版的铝圈换成了这个18寸的假的日本铝圈，虽然有刻一个 Japan 的字样，可是这个铝圈是假的，所以我也会把它换掉。没有错的话，接下来会换成一个17寸的铝圈啊。然后 Brake Caliper 也从 Type R 的原装 Brake Caliper 换成了这个 Brembo 的 4-port F50 Brake Caliper。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个 Caliper， 所以有钱的话应该也会把它换掉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身侧面的车门把手，它长得很特别啊，好像有点像一个箭头这样子。然后它的打开方式呢，不是往外拉，而是从里面按开它。这个车门把手看起来就，我感觉它会很耐用啦，没有这样容易断掉，因为它不用把它拉出来嘛。然后尾部呢，可以看到一个银色的打油盖。来到车尾部分啊，哇，这里我就想要吟诗作对一下了。不是对你不在意，是你没有大尾翼啊，哇！所以现在有这个大尾翼，看起来整辆车从侧面看过去就比较没有这样像一个好像猫这样啊滑鼠这样的感觉啦。有了尾翼呢，看起来就比较 sharp 一点啊，比较好看一点。这个尾翼是一个 Mugen 的尾翼，据前车主讲，它是一个正品尾翼啦。然后我也上了一些网站上面看，这个正品的尾翼啊，10多千啊，吓死人了。OK， 来到一个我比较不喜欢的部分，就是这一台车的车尾部分。这辆车的车尾部分啊，它的灯是这样一条去到完的，可能是因为看习惯了 FK8 或者 FK2 的尾部设计，我觉得这个 FN2R 的尾部设计就没有那么好看啦。然后这个尾灯呢，也是已经烂掉了。它之前呢，前车主也是粘了那个钉的这样的东西啊，就把它整个晒黑了。然后晒黑了过后呢，是很难处理的，所以我决定将这个尾灯呢换掉啊，而且已经定了，而且也已经来了，价钱也是很贵一下。Type R 的东西就是贵。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 bumper 这边呢是一个双出的三角形的排气孔，辨识度非常高啊。看完整台车的 exterior， 我们来看一下 interior 是怎么样的啦。OK， 来到这一辆车的 interior 呢，当然嘛 ，Type R 就是要有 Type R 的椅子，这个椅子上面就印有一个 Type R 的字样。然后有一个中央扶手，这个中央扶手也是已经很肮脏了。然后 steering wheel 呢也是一个红标 logo。整个 dashboard 的整体性算是还不错，就是在 meter 这边呢有一点点花掉了啦。相信买 half cut 还是买得到这一片 plastic。这两张 Type R 的椅子非常可惜哦，也是很肮脏啊，而且在旁边这个 bucket 的部分啊，肿出来的部分也已经脱毛了。然后它的整个 dashboard 呢，有一点点像 FD2R 的那一种设计感，就是双层式的。下面是一个比较大个的 RPM meter， 当然有水温表啊，有那个油量表。在上面的部分是一个时速表，然后有一个 Type R 的字样。正品 Type R 就是香啊 ，convert 的那种什么 EJ6 啊。不能啦！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啊，就在想，这不是正版 Type R， 这是 Euro R。但是它其实又是正版 Type R。这一辆呢，跟你们一般上有看到的 Euro R 的差别就是，它是 JDM 来的，它是日本 market 的车款。据说啦，前车主跟我讲的啊，我没有去查证。这一台车呢，在日本 market 只有250辆，而我这一台呢，就是第30辆，限量版中的限量，爽！可是这个 interior 真的是要 touch up 啦，很肮脏了。然后它的这个换牙的 gear knob 啊，是一些刮花的痕迹啊。然后尤其是这个 driver side 的门板，我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有一个不知道怎样弄到的一个印记啊，我觉得很难看啊。所以这个东西在接下来翻新的时候可能会要处理一下子。然后因为这辆车是2个门的嘛，但是它是5个座位啊，后座还是可以坐人的，但是就没有那么舒服啦。所以整个 interior 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这台车接下来呢，我将会拿去做一个翻新，好像我的 Sacchino 这样子，会做喷漆，然后我会换掉这个 Sport Rim， 换掉 Suspension， 换一个好的轮胎 ，Interior 做一个惊喜。那希望接下来这一台车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将会是一个比较接近于 condition 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啦。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辆 JDM 版的 Euro R 呢，跟 Euro R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在引擎的部分啊，这一台车呢，它搭载的是一颗 K20A 的引擎。
如果是 Euro R 版本呢，是 K20Z 的引擎啊，不要以为 K20就是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它也是有很多东西不一样的。然后我在买这台车的时候呢，也是有检查了，这辆车是没有发生过意外，引擎状况非常的好，几乎是原装的引擎。而且这个 K20A 的引擎呢，跟 K20Z 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它上面的这个 VTEC 字样哦，是一个立体的，而不是一张 sticker。我们在引擎的后半部还可以看到有刻字哦，如果是 K20Z 就没有那个刻字啦。啊，这些都是 Adrian 教我的啊，我不确定啊，如果是错的话，你们可以去屌那个 Adrian。好啦，讲了那么多这辆车呢，我们现在就来上路试驾一下，看一下我买的这一台 FN2R 驾在路上感觉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 Let's go。OK， 上来这一台车呢，整个乘坐的姿势啊，我觉得是很不错。这两张 Type R 的椅子呢，坐起来包覆性非常的好啊，因为它旁边这个拱起来的部分啊，真的很大个，所以可能我不会去买 Full Bucket Seat 啦，暂时啦哦，我先不要把话讲太快啊，等下接下来我又去换啊，就要中打脸了。然后启动这辆车的引擎也很好笑啊，它还是用锁匙，我们要去转动它。然后再按那个 push start button， 有点脱裤子放屁啦。但是在2009年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很多车都是需要先插锁匙，然后再按 push start button。我以前的 Proton Previa 也是这样子，所以不知道你们有试过什么车款也是这样的，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知道一下。然后当然它是一个6速手排 2000cc NA 的引擎，但是有 VTEC， 虽然我的 Neo 也是有一点点小 VTEC 啊，但是不够暴力。这辆车我前几天驾起来的感觉都非常的好。也感受到那个 K20的威力，体验起来还是真的很不错啦。然后前车主他没有乱改车，所以 interior 没有一大堆东西，除了他有装了一个油温表，这个油温表我不是很喜欢啦，所以可能接下来我会把它换掉。然后它的 clutch 有一点松，有一点深啊，踩下去的脚感不是那么的好，很有可能是因为旧了的关系。接下来我会把这辆车拿去 R Engineering 做一个翻新啊，还有 service 啦。然后这辆车哦，在慢速行驶的时候，可以听到从后面传来一个的声音，可能是它的所谓车脚的bushing啊不好了。这个接下来会把它换掉啦，来解决那些噪音。其实我觉得这辆车驾起来哦还是很舒服啦，很容易驾。它的 clutch 在放的时候不会有那个弹射的感觉，因为它不是 racing clutch。然后冷气也还算冷，但是因为买车嘛，这辆车要验车，所以前面的丁特、旁边的丁特全部都已经拆掉了，然后又没有出这一款车的散线，现在很热啊，所以可能画面你们会看到有点曝光。OK， 现在我们就把车开出去，踩一踩哦，给你们听一下 VTEC 的声音。开心，开心。它不是那种很暴力、很贴背那种很夸张，没有。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啊，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这辆车它不需要给你什么氛围灯，它就自动有那个跑车的氛围了，真的太爽了。再来。前车主是怎样顾车的我不知道，它的轮胎的状况也是有点旧了啦。虽然它是用了一个蛮大尺寸的 rim， 蛮宽的轮胎，可是花纹是比较少一点了。所以呢，我也不要乱踩，不要乱拉的。等下这辆车还没有开张啊，就先收工了。然后这辆车它的前车主是有换了 suspension， 所以你们可能在画面上面会看到有一点点的跳啊，这个是正常的。可是昨天其实有一个驾 FD2R 的朋友，他驾我这辆车，他是讲这辆车啊，在 ride and handling 的整个 suspension 的调教啊，还比他的 FD2R 来的舒适啊，所以这个听起来还蛮安慰的啦。我不懂他是不是讲给我爽啊？好啦，今天的这个分享大概就先到这里，接下来将会有更加详细的评测这一台车，然后也会陆续的更新啊，我为这辆车做的改装啊还是什么的。当然你们知道我的 pattern 了啦，这辆车我最后一定是拿去跑10磅的。那如果你们还想看到我对这辆车做什么样的测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哦。那有机会的话，我再专门拍影片给你们大家看。今天就先这样子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也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喂，起来哦，吃饭了咯。喂，吃饭？什么饭？傍晚了，去吃饭了。吃晚餐啊？哦，叫谁吃？他是叫你太阿啦。Type R，我有 Type R 咩？
哪里不是停在停车场啊？我真的有太暗咩？对呀、哇老喂，这样爽哦！